到吴郭鱼爱旅行的频道。在布拉格的第一天，在慌乱中上场，抵达布拉格佛罗伦斯中央巴士站，一下车，错综复杂的大车站就让大家迷茫了，加上周边正在施工中，让导航有一些错乱，拉着大行李找路。偏偏今天气温又上升了，真的是倍感辛苦啊！还好有伴，大家分工，总算找到公车站牌了。只是公车居然没有冷气。找到公寓接待中心，拿到钥匙，但是到了公寓，钥匙又打不开。最后还好团长的巧手解围了。公寓离布拉格广场非常近，有3个房间，也很宽敞，但是公寓却只有一套卫浴设备，让大家傻眼了。看来这6天大家要有排队的准备了。休整好，就先去超市买食物了。一走出布拉格街道，哇，美丽的音乐就在欢迎着我们。布拉格，我们来了！我在布拉格。今天我们计划一整天都待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上，看布拉格的日与夜。位于旧市政厅上的布拉格天文钟，它是广场的标志。它是世界上仍在运作的天文钟当中最古老的，也是世界上第3古老的天文钟。我们要先登上钟楼，眺望有名的布拉格美景。泰恩圣母教堂14世纪起，它就是布拉格的主要教堂。教堂的钟楼高达80米。围绕广场的建筑物，它们各有不同的建筑风格，也各有其美感。圣尼古拉教堂建于18世纪，教堂内的管风琴和石壁画非常有名。一眼望去，一片红瓦乌海，便是布拉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景致了。老城广场上有一座胡斯雕像，所以又被称为胡斯广场。
塞，哪出得出来啊？对，我也是那个的啊，我也是一点点。这栋拥有非常夸张光化的建筑就是卡夫卡的故居，因为到旧的市政厅只要1分钟，所以也叫做1分钟之屋。布拉格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人手一卷的捷克传统点心肉桂卷，又称为烟囱卷。查理街就是由老城广场通往查理大桥桥塔的一条小路，沿路都是迎合观光客的小店，人潮非常的多。在其他伙伴认真逛波丹尼采购的空档，我们在路边喝个咖啡吧。午餐来到这间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平价餐厅，因为 CP 值很高，所以人气也很高，一定要先定位哦。我们点了牛肉配面包饺子，说是饺子，但真心觉得它就是切片馒头，可以免费的续用，但我们实在吃不习惯。今天的主角牛肚汤，但对我们来说味道偏重了。吃完午餐，走回广场，广场上的烤肉让大伙儿垂涎欲滴。这种现烤现切的现场演出果真能够吸引大家的食欲，烤猪肉和啤酒果真是最搭的。我们也忍不住诱惑，傍晚又过来买了一些给晚餐加菜。圣尼古拉教堂的圆顶壁画，内部以金碧辉煌著称。越接近查理大桥，人潮就越多了。布拉格千年以来的发展都离不开贯穿整座城市的伏尔塔瓦河，整座城市的历史中心也因此分布在河川的两岸，而连接这两岸的就是这座15世纪完工的查理大桥。相传摸一下雕像下的刻画，好运就会降临哦，它是著名的开运圣地。傍晚回公寓前，又去广场附近的哈维尔市集逛逛。哈维尔市集是有着800年历史的露天市集，它是布拉格3大市集之一，至今仍然是天天都有摆摊营业。你看那个桑葚那么大。
到鲜红的草莓、樱桃，还有各式的水果，让我们2个女人兴奋不已，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：想买，想吃。夜的布拉格在晚上10点半才登场，大家忍住睡意，一定要来拍照打卡一下。晚上的人潮可一点都不输白天啊。既然出来了，就再去查理大桥看看吧。结果人潮更是吓人啊！看来要看到没有人的查理大桥，只能是一大早了吧。11点的钟声即将敲响，今天的千年古城布拉格慢走就先暂时画下句点了。下一集的布拉格之旅，我们要到布拉格城堡走访让人赞叹的圣维特大教堂，也会登上佩特任瞭望台，瞭望更宽阔的布拉格城区。欢迎继续观看5年级哥哥姐姐的欧洲自由行，也请给我们的影片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哦。